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法老，欢迎来到我的塔罗占卜频道。那么今天我来为大家占卜一下，看看2024年春节之后的龙年，大家的整个年的运势会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我今天先邀请到了我们的灵境塔罗。然后为我们做这个占卜。那首先呢，我想用这一幅神谕卡，然后为大家抽取我们今天占卜的一个参照物啊。我今天抽4组，我们来看一下。我事先已经洗过牌了，看一下我们神谕卡，然后抽4张牌，作为我们今天的参考物啊。好，第1张，第2张。第3张，第4张 ，OK。好，看一下我们的第1张，犀牛；第2张，我们的鹿；第3张，我们的狗狗；第4张，是我们的牛。好，那就请大家从这4张动物参照物里面选取1张你感觉和你最有链接的卡。分别是我们的1号犀牛、2号鹿、3号狗狗、4号牛。好吗？从这4张神谕卡中选择1组你感觉最强烈的卡片，然后我们就可以分组去看咯。好，那欢迎我们选择第1组犀牛的朋友们。那首先我看到的是，在龙年2024年这一年呢，大家是会面临到一些挑战的。但是我敢说，你们一定是对这个挑战是有自己的准备，而且你们看，你们有厚厚的铠甲，这代表的是，其实你们对事情已经越来越有自己的一个钝感。钝感其实挺好的，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变得特别特别敏感，然后也有自己的力量。你看这犀牛头上的角，它也是属于非常有力量，属于有自己的一个技能跟自己的一个武器去面对这一些困难啊。总的来说，感觉这张犀牛选择这一组的小伙伴们，在2024年龙年应该是会勇往直前，然后在能保护自己的同时，又有能力去更上一层楼，去冲破在面前的任何困难。这是这张神谕牌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小的指示吧。那我们下面请到我们的塔罗牌来看一下，具体看一下我们在这一年可能会遇到哪一些挑战，然后我们又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的呢？好，我把这张神谕卡放在旁边。我已经洗过牌了，那我们直接先来抽取一下，看一看。抽1张牌吧，看一下我们2023年兔年，是以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进入到这个2024年龙年的呢？抽到1张我们的圣杯王牌。总的来说，感觉到2023年兔年的末尾，大家过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顺心，即使是环境上可能并不一定是给到我们所有我们想要的这个条件，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自洽的还蛮成功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一个不一定是特别完美的一个状况下，但是我们的内心还算是比较风平浪静，比较满足，或者是说自己觉得可能大家过得都有一点不太顺心，但是还可以，还过得去吧。我就是说，就是内心还是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然在年末的话，也会对未来会有所期许，你一定是在心里面有自己的一些愿望，自己对2024年龙年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自己的期待，或者是对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希望自己过得越来越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在这边啊。这个是2023年的一个末尾的情况。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再来抽取牌看看2024年我们整个的一个运势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好，先来抽一个总体的运势吧。我们先抽3张牌。哦，这2张一起出来了。圣杯，我们的权杖骑士，我们的太阳牌，还有一张是我们的星币3的逆位。好，我把3张牌放在这边。哇，我感觉到这3张牌其实感觉龙年这一年对于我们选犀牛这组宝宝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权杖骑士，感觉首先这张牌有一点点像一个巨人，在我看来像个巨人的一条双腿。首先他的这个腿是相当的高，然后是相当的有力量，在我看来就是说你会非常稳扎稳打的，在这一年行动力非常的强，创造力也非常的强。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太阳是一张颜色非常绚丽的，五彩缤纷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呢，你应该会过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并不是碌碌无为、平平淡淡的。你回想到这一年的时候，你可能会记忆到自己有非常光鲜亮丽的一面，有非常高光的一面在这一年。所以说你是非常有创造力，你是非常有行动力，而且呢，你的很多你觉得可能犄角旮旯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不太愉快的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东西，它会被翻出来。它会被翻在我们的阳光底下，所以说2024年龙年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坦荡、非常光明正大，然后没有那些阴暗角落里的人那些事情去干扰你的计划、干扰你的行动，然后你就像这张巨人牌一样，会非常的大步流星往前走，而且你也会遇到相当不错的贵人。这个贵人其实跟你的性格还是说会有一些相投的地方，你们可能并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是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是相通的，那就是说你们对人对事情的一个真诚的态度，还有就是一个非常坦率、非常积极的一个心态，这一点上你会找到你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跟你一起还有这张太阳牌也是。你将会处在一个非常舞台聚光灯的底下，这个聚光灯并不是说是真正现实当中的那种舞台的灯，你也可以那么理解，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照亮了你自己心中的那条道路，因为可能在2023年之前，你可能是有一些低谷。但是我从这边看到的是，自从你迈开脚步往前走了之后，这个太阳是一直照耀你整个2024年的，以至于一些可能原本你觉得阴暗中的一些小人也好，一些你不屑于去处理的一些事情也好，它在这个太阳的照耀过程当中，它会自己的就是翻到台面上来，一些你觉得不是很好处理的事情。你可能很多事情索性摆开来放在台面上，然后去处理、去沟通，反而在2024年龙年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还有就是说，我能看到，你是相当的有一个
运势的一个回升的一个状态。因为之前看到2023年那张圣杯王牌，感觉到你可能是有很多的希望，然后有很多的愿望想要去实现，你有去许愿，你有比如说去不管是去寺庙里面，还是说去教堂里面，你有向上天做一个许愿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看到的是上天有在用非常灿烂的颜色来回应你的这个期待，可能你将获得的回报是你比你所期待的还要再更高更好。在2024年龙年呢，你会更加关注于你自身。可能之前你有去寻求一些合作，去寻求一些商务伙伴，或者是学习上的伙伴，甚至是一些资源等等。那在2024年，我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一个你向自身寻求的一个方向。就是你向内求助，向你自己求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相比于和一些自己并不是非常适合，或者说磁场非常相近的人去做一些沟通，会损耗你的能量呢，那你可能更倾向于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你也有非常高的一个行动力跟执行力执行力在这边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的执行力。也就是说，当你一旦想到一件事情，不管它是小事也好，还是需要做一些计划的事情也好，你的执行力在2024年龙年是非常的强的。然后你在这一年当中，其实一直是有一个冥冥之中有一个福星，它是一束光哈，一直在照亮着你的。所以说2024年你应该是会有心想事成的一年，因为你所想，你有梦想，然后你有你的执行力，然后甚至是你带着犀牛的这个钝感。那很多事情，很多犄角旮旯的事情其实是伤不到你的，因为你并不是说风吹草动般这么敏感。对一些很多事情，可能你原来非常非常的在意，但是在2024年龙年呢，你将会变得非常的豁达，你将会知道什么东西才是在你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你会把你自己的注意力、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分配给你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不是说会被一些琐事，然后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整个2024年的运势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可能唯一有一些小小的缺陷的话，我只能说可能是唯一一个小小缺陷的话，就是可能你的合作运势并不一定那么强。你可能在2024年这一年呢，更将如果是你自己做事情、做任务的话，我觉得你的运势会比你去跟别人合作，特别是跟一些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人合作，他这个合作方向并不是说你的同事、你的同行，而是说当你去寻求一些跨行的一些合作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话，那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缺陷，因为我从当中看到的是一个独美、独善其身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运势在啊。那我们再分别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运跟感情运吧。我们再分别来看一下。总的来说，我觉得犀牛的这一组还是相当的不错。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运。在2024年选择犀牛这一组的小伙伴们，你们的事业运会是怎么样呢？
好，第一张牌是我们的权杖侍从，第二张牌是我们的权杖九，第三张牌是我们的隐士牌的逆位啊。好。从这3张牌里面呢，首先我感觉到的是，在事业上你的冲劲会非常的足。首先，你不管你入职场有多久，你不管是新人也好，还是你已经是一个管理者也好，还是说你自己创业，我能看到的是非常强劲的冲劲跟冲力，就是向前冲的这股力量啊。因为我们的权杖侍从是一个新人，但是呢，他非常重要的是他的那颗赤子之心跟他的热情是最高的，所以说我能看到的是，你对于事业来说，你就像自己创业自己的一个新生的一个宝宝一样的去对待自己的事业啊，也就是说，2024年龙年对你来说，事业就像你的一个宝宝一样。你会花非常多的精力，而且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你应该是很喜欢这个事业，你很喜欢你的这个，你会喜欢上你的事业，喜欢上你所做的这一份工作。那权杖九的话，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你的事业是由很多小小的任务组成的，你的事业是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你是乐在其中，可能你的这个压力不仅仅是在精神方面的，也是在身体上面的。比如说，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加班，然后你可能会去给自己主观的去加一些活来做。然后我能够看到的是，也还有一张就是我们的隐士牌的逆位，就是说他这个事业其实你会觉得你从当中，好像你的知识跟你所需要的技能是不太够你所期望达到的那个效果的，所以他这边也是在建议你说，如果你还有时间或者有精力的话，其实不妨再去好好的把这个技能跟你的知识进行一个修整跟提高，这样的话有点像，磨刀不误砍柴工啊，这个事先做好很多的准备，特别是在技能技巧上面的，是对我们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塔罗牌也是告诉你说，光光有冲劲，是不够的，你还得做好更完全的一个准备。为了你的这个事业也好，工作也好，可能你的技能、你的学习暂时还是有一些缺的，就是你可以完成你的工作，但是你自己心里会觉得有一些，你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假如你有更多时间去磨练你的技能技巧，或者是说有更多的知识面的话，可能你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更加的达到你所期待的一个标准。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在你的事业上，就像我之前看到的，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独立一个人完成的事情，感觉到你压力也是挺重的。但是呢，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非常高的一个热情，但是这个事情，这个工作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就像我之前看，我们的整体运势也好，其实合作的这个运势是比较在2024年是比较低一点、低迷一点的合作运势，更多的是一个自己去钻研、自己去学习的工作、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个运势在啊。这是我们的工作运势。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运势。其实2024年感觉我并不知道大家的感情会怎么样，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大家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吧。我觉得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迷，2024年对大家来说，大家都对新的生活模式、新的工作
新的人，或者是说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期待，一个期许。好，我再来抽3张牌，看一下我们的情感运势。选择犀牛这一组的宝宝们，在2024年龙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感运势呢？宝剑女王，星币骑士的逆位，加上宝剑3。好，我感觉到的是，首先，2024年你的情感运势没有你的事业运那么强。首先这跟我们其实跟很多东西有关系。首先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自身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你其实已经单身了一段时间，然后你的要求其实并没有因为你的年龄上涨而下降，反而你的择偶要求因为你随着你的阅历增加，随着你越来越成熟，反而是往上提的。所以你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并没有往下降，而是可能你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伴侣。2024年你应该，我看到的是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头脑，你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而不是说像之前你会说 OK 随缘，OK 遇到那个对的就 OK，而是你会对自己的另外一半有比较清晰的一个要求，而且如果你有伴侣的话呢，你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现实的问题而进行一些摩擦，可能会有一些争论，因为一些现实问题因为一些钱的问题，金钱上面的，而且能看到的是有一些人你遇到了，但是你可能理性上并不是非常的满意他，你可能觉得我会遇到一些人，但是他的经济情况、经济条件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满意啊。还有就是说，其实2024年你其实有一个疗愈的，看到一个疗愈的一个能量在。我不知道这个疗愈的能量是因为新人出现，还是说因为一些你慢慢放下一些旧人。我感觉得到的是三把宝剑，三把宝剑是一个很适合疗伤的一个阶段吧。感觉到其实这一年对你的感情运势来说，比较的寒冬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谈感情的话，你可能会被那些经济条件很不错，然后相对来说门当户对一点，那种经济能力跟你差很多的对象，你可能暂时是不会去考虑的。你可能会更加注重你们之间的一个阶层也好，或者是说经济实力也好，或者是说家庭背景也好，我觉得你更多的是关注在现实层面上，而不是说像之前就是会比较恋爱脑一点。但是这样的一个对象在2024年，遇到的可能性会比较小，而且假设你们遇到了，他可能感情上，比如说你会遇到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但是情感上呢，你们还不一定看得对眼，有一种这种感受，就是说你觉得好像还不错，或者是相亲遇到的一个对象，觉得好像还不错哦。然后，但是可能对方看你就暂时不会有很多的感觉，你们就是不是说会马上看对眼这样子。感情运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一点，就像这个水牛一样啊，就是往前冲，然后有自己很厚厚的皮肤，然后好像并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吧，龙年。对于我们选这一组的宝宝们来说，好像事业上会更加的有冲劲，更加的好一些，更加旺一些吧。
好，我们再来抽3张牌，看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祝福，或者是说一些什么注意事项需要给到我们这一组的宝宝们。好，我们来抽祝福牌跟注意的牌，给到我们选这一组犀牛的宝宝们，也是抽3张。好，第一张星币骑士的逆位。第二张是我们的权杖国王的逆位，3张逆位牌。好，第3张是我们的国王牌的逆位，3张都是逆位牌。好，看来3张都是需要我们比较留意的地方哈。好，首先最明显看到的是这一张大牌国王牌的逆位，也就是说，其实它有在提醒我们选犀牛的宝宝们，大家，作为犀牛，有很厚的皮肤跟角是没错，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变得非常的不通人情。也就是说，你在处理一些人际关系跟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比较高情商的、圆滑的去处理，不要太过于坚持自己的一些钻牛角尖也好，我也觉得这个牌告诉大家，就是说不要去过度的钻牛角尖，因为很多事情，就像我之前说，大家内心的强大，并不是指你的声音有多响，内心的强大，并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固执己见，并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很温柔的去对待你身边的人，你可以用非常友善、和善的语气去跟别人讲话，但是你讲话的内容是非常的有力量的，而不是说你的语气有多坚定，你的声音有多响，或者是说你的态度有多强硬，这个并不代表的是说你有力量，这张牌是提醒大家不要变得太 bossy，就是不要变得太固执己见，或者是说，有点矫枉过正。知道大家都非常想有力量，想自立自强，但是在态度上面一定要注意。然后我们的2张，宫廷牌，一张星币骑士的逆位，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在遇到看人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于，也不能说势利吧，就是太过于去看很多一些表面上的光环。很多人其实你要去看他的品性，你要去多方面的了解他，不要随便给别人贴标签。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你需要跟他相处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那有一些人，即使你可能有一点看他非常不顺眼，但是你也不要说哦，那我就完全不跟他接触，完全否定他，并不是，因为很多人他身上的一些优点跟缺点都是，需要你慢慢经过时间积累，你才能看到的。就像有一些朋友，你可能刚跟他接触的时候，他非常的友善啊，或者是很亲切啊，但是遇到事情，你就会知道，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那你要看到这一点，而不是说只看表面。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有的时候看一下，往深里接触一下才能知道啊。就是不能只浅浅的看表面。我们将权杖国王的逆位，权杖国王逆位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你不要以一个作为大家的领导者或者是说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立场强加于别人。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因为很多人，你跟你的一些朋友也好，相处的时候，
即使你知道你是对的，但是别人可能站在不一样的角度，他并不是非常的认可你，你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可能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的朋友、你身边的人、你同事可能会有误会你的情况，那你要千万小心。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管理层的话，你要非常注意到是不是有人比较觊觎你现在所拥有的资源、你的位置。如果你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嗯，就是管理者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牌也是在告诉你，其实是有人可能觉得自己更棒，可能觉得自己能够超过你所能做的，他自己觉得他是比你更有能力，那你也要小心这一点。也就特别是在工作上的时候，也是好好做事，好好稳住自己所拥有的，千万不要着急去往上奋进，因为你在2024年得先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牢牢的抓住，把自己的地位牢牢的稳固，然后再去看是不是拓展新的，包括你的事业版图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要太冒进，这张牌告诉我们，还是要有些时候保守的处理，还是非常稳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在这一年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法。千万不要去冒进，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来，有计划，慢慢做，然后不要太冒进的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对待人的话，一定要态度上要谦和，即使你非常的有主见，但是不要在言语上去把你的态度强加给别人，你可以好好说，嗯也不需要就是态度上太过于强硬，好吧？那这就是我们选择犀牛这一组小伙伴们2024年龙年的一年的整体运势吧。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2024年龙年获得自己想要的，大家可以心想事成，愿望都可以成真啊。那这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你们的一年的运势。那我们下期见。欢迎我们选到第二组鹿啊，这一组我们的宝宝们。那我感觉到2024年龙年呢，你们在这一年将会非常的灵巧的躲过很多一些小困难也好，小不开心不好的事情，你们都会非常非常的灵巧的度过啊。而且呢，你们很多的一些计划也好，或者是你们觉得一些任务也好，都能够找到一条非常不错的捷径去完成你们想要的东西。因为鹿本身是一个会非常灵巧、非常聪慧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物，那它并不是说有力量型的，而是智慧型跟灵巧型的。所以我会说2024年选择这一组的宝宝们呢，你们遇到一些不想遇到的人跟事情，都可以非常灵巧的去避开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好，避开一些自己不想去做的事情也好，人也好，都可以非常灵巧的避开。然后遇到一些很大的难题，可能其他人就是一门往前冲。一直冲，但是你们可能有机会去看到一些其他的路径，有一条更近的路啊，或者是说你们这条路只有你们能做到啊，因为别人可能没有你们这么灵巧，他们可能比如说遇到一些像独木桥或者是一些陡峭的山岩壁的时候，那些体型比较庞大的动物，他们可能就过不去，但是因为你们选到的是鹿，这个非常灵巧的一个动物，而且非常漂亮优雅啊，你们就可以有一条跟别人非常不一样的路径去获得成功。这就是我们选择鹿的这个小伙伴这张神谕卡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先选一张牌吧。好，它自己掉出来了，选一张就是我们有2张。2023年兔年是以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进入到我们的2024年龙年的呢？The Lovers，
我们的恋人牌跟我们的星星牌，他自己调出来的2张啊。也就是说，其实在年尾的时候，大家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有一种，首先身边肯定是有很不错支持你的人，你身边的人，你在一个非常环绕在一个非常充满爱，然后非常舒适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甚至是能够看得出来你有在面临一个选择。然后我们的星星牌其实告诉我们大家，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感觉还是有一些遥远的。虽然说，嗯，有一定美好的期许，但是在现实程度上，你觉得自己离自己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你觉得 OK，我能做到，而且我现在是有在一个非常不错的环境里面，起码你身边是有人支持你，有人能懂你，有人可以理解你，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环境啊。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好了。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2024年龙年选择鹿这一组的小伙伴们，我们这一年会先抽3张总体的运势牌吧，看看龙年第1张、第2张、第3张。好，3张牌。又出现了我们这一张星币3的逆位，魔术师的逆位，还有我们的宝剑骑士，宝剑骑士的正位，魔术师的逆位。好，能够看得出来，其实2024年这一年呢，大家首先是以一个非常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思想是比较清楚的、比较清晰的，然后其次是你们的行动会非常的快，你们做很多计划也好，你们的想法也好，思维非常敏捷，非常快，而且更多的其实是在一个口才上面，你们会更加偏向于很多用说的去解决很多事情。你们比如说去谈判也好，或者是做什么也好，相比于真正的去着手做一些事情，其实我看到你们大多数其实工作也好，或者是学习也好，更多的是用嘴巴来说，去演讲、去谈判、去销售。然后，即使是学生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你演讲啊，嗯，或者是汇报，或者是口头上面，比如说你是学习语言的，那当然每天就是要开口去练习、去说、去跟别人沟通或者是你如果是说医生，或者是说做跟医疗行业相关的，那你可能是更多的注重是在跟病人的沟通上面，那更不要说做销售，或者是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是就是说，更多的是在口才上面的去说，而且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一年你是在通过你的演讲，通过你所表述的一些东西，你能够获得很多成就，获得一些成功的。因为你看到这边有一张我们的宝剑骑士，他是拿了一把剑，然后直接是去打进这个鹅的这个嘴里，也就是说，他说你们说的话是非常一语中的，然后通常会直接直中红心的，会非常的犀利，非常的直接打中对方红心，打中弱点的这样子，能够看得出来。另外就是说，在这一年当中呢，并不是跟第一组很相近啊，因为第一组也有一张我们的星币3的逆位，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单打独斗。团队的这边看到团队的这个能力，能量是非常的弱，就是说你更加偏向于
或者是说你的运势更加偏向于单打独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去寻求一些合作。更多的是你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你自己想到了，你就自己去做，你自己有了解决的方法，你就自己去做，更多的是在这里面啊。而且2024年其实对我们选择这一组的宝子们来说，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一张魔术师，虽然说它是逆位的，但是魔术师它其实是有一点。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它是我们大阿尔卡纳的第一张1号牌，然后它其实是身兼了非常多的一些元素。然后这一张元素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有非常多的资源，而且我们本身是有非常不错的能力。虽然说它逆位，但是大家也不要害怕，也就是我们总体的方向是对的。只是说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认知上面。比如说，可能对自己认知是需要更加的清晰。这边也在提醒我们的宝宝们，虽然说我们很有能力，但是我们对自己一定要定位的非常清楚，自己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可能可以清晰的，就是罗列出来。然后结合自己的优缺点去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道路。有的时候我们说魔术师逆位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况。那大家要千万小心，而且这边有了一张宝剑骑士，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虽然说一些路径、一些所谓的捷径看上去很美好，但是我们也要仔细的分辨，这到底是不是一条我们能够走的路啊？大家也要千万的小心，因为我们合作运势并不是很好，所以说在这一年当中，很多时候自己要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那我觉得能力上来说是没有问题，因为宝剑骑士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想法上是非常的清晰的，只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说有一些过于自负，就是太过于自信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嗯这个方面，口才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我们如果是在自己的储备知识上会有一些弱点，那我们不能说，哎，我们遇到一些需要谈判的客户也好，我们就凭借我们的小聪明，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些油嘴滑舌的一些方法方式也好，然后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牌也在提示我们，就是说，遇到一些任务或者我们需要去克服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不能光光仅凭自己的小聪明，可能更多的也是需要做一些取长补短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去花时间去进行补足，然后花时间去一块砖一块砖的去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本身的一个聪明才智结合起来，那这才是最无敌的。好，那总体运势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具体抽牌，再来看一下我们的2024年的事业运吧。事业运。也是选择3张牌，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运。力量，宝剑4的逆位，我们的女祭司的一个逆位啊，应该是逆位。哇，事业牌一下子就出现了2张大牌，一张牌是在初，一张牌是在末，当中加了一张宝剑4。首先
看到的是我们的事业上应该会还是蛮大的一个课题。首先，力量牌的话，肯定没什么问题，特别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那是非常棒的一张牌。也就是说，在你的职场上面，你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优势，跟不错的一个运气成分，再加上你本身的实力非常的不错，所以你在职场上面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有主见，然后能够做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而且你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你处理的方法，你对人对事都是以一种比较柔和的态度，柔和但是坚定，温柔但是有力量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处理你工作上面的事情。别人对你是非常心服口服的。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让人非常尊敬的存在，然后你给人的感觉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人缘非常好，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你能做出不同面。你并不是说是一个非常古板、一个高知的一个这样子形象，而是非常八面玲珑，非常会在职场上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给我的感觉啊。女祭司的逆位当中一张宝剑四的逆位，也就是说，可能你只能说，能力大的人可能责任也越大，你的任务也会更加重，所以你这一整年在事业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休息的。应该是坐不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事业上面你应该会一整年都是处于比较冲刺的一个阶段。那好在于说你的资源非常不错，不管是身体上的资源，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非常不错，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本钱，你的资本去冲，因为你并不是说有一点病弱，或者是体质不太好，所以说，你需要休息，并没有。能够看得出来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身体，本钱去拼去闯。2024年龙年，你的事业上，非常健康。首先有底气，然后其次是人际关系也不错。你会给人感觉是比较热情，比较会说话，比较懂人情世故，然后会八面玲珑。各方都会觉得你有点如鱼得水吧，职业的一个社交上面。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如果你想要很多休假的话2024年龙年应该并没有很多休假，反而是说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可能因为你能力比较强，所以各个方面都需要你的一些亲自的去，亲力亲为，啊，而且其实你也能看得出来，你并不是非常需要所谓的就是躺平的这样的状态，因为能够感觉出来你本来就有这个力量去冲，所以说看上去还是挺好的，特别是女生哦。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运势就没有女生事业运会这么好。可能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上司或者是合伙人、合作伙伴，然后对你会比较管的会比较多。怎么说？就是你自己发挥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少，然后你也没什么时间休息，你可能会一直被要求加班。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男生的话，那事业运就没有女生那么好，你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业的一些应酬跟社交，我并不是那么乐在其中的，我可能是有一点被迫的。但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完全能 hold 得住啊。好，那我们再来抽3张牌，看看2024年我们的这个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呢？但是如果事业这么忙的话，我们真的有时间谈感情吗？
看一下啊，或者也有可能我们本身感情就非常的稳固啊，感情是我们生活的加分项。好，3张牌，第一张是我们的宝剑，又是这一张。刚才看来我们今年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重大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克服。我们的高塔牌的逆位3把宝剑。好，为什么大家今天的感情抽到的都是宝剑3呢？但是没有关系啊。首先，我们看到最显眼的应该是这张高塔牌的逆位吧。高塔牌的逆位，大家也不用太害怕，特别是有一些单身的朋友就更不用害怕了。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张给我感觉就是你可能会在龙年遇到非常让你眼前一亮，然后会让你怎么说，就是有一种冲过你理智的这样子一个对象在。也就是说，你可能已经下定决心，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理智、事业至上，然后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啊。但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哎，就说不清楚什么感觉，特别是很容易一眼就看中对方，一眼就觉得哇，就是看到他就跟触电一样，或者是小鹿乱撞这样子一个状态啊，可能会遇到你的 crush 啊这张牌，然后会让你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或者是你会觉得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会有一种哇，就是好像只存在于那种影视剧里面啊、小说啊的那种你幻想的那种角色，你会觉得现实当中真的会有人让我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张牌出现代表说2024年龙年嘛，你就会遇到一个你会觉得哇，我看了小说里面才会出现的这样一个人。那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你想象这么美好呢？不知道，但是起码你第一眼你就被他吸引到，然后你就会有被震撼到，就是可能有点一见钟情这个感觉吧。然后宝剑三，我感觉更多的是，就是说，在感情的这个路上面，你会有一些波动的。你并不一定说是完全就是伤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一定是有起伏的。这一年你的情感不会说是像就是很平稳、很平静，什么都，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会有一些开心的跟不开心的事情，所以你才会有这种心动的那种悸动的感觉有起伏，你会有非常兴奋的时刻，你也会有一些因为思念、伤心的时刻会出现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们的宝剑骑士，宝剑骑士其实代表的是说，如果你遇到你的 crush，你们如果互相看对眼，你们进程会非常的快。就是说，你们可能从相见一直到有非常深入的对对方的了解，或者是说，如果你说要谈婚论嫁或者什么，就是确定关系，起码是非常非常快的。你们的进展，你们可能觉得，哎，我遇到了这个人，我其实才没见他多少，认识他多久，但是好像就已经，我们之间好像就已经感觉像认识了很多年一样啊。你会有一种这种感觉，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是呢，他可能会让你有一些琢磨不透，他会让你有一些猜猜的成分在的，他并不是说给你很踏实的感觉，而是，但是这种感觉才是电视里你所追求的那种非常刺激的感觉，不是吗？就是你需要去猜他想什么，他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不小心的虐到你一下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还是蛮上头的，能够看出来感情里面你还是有一些上头的，在这段感情里面。这就是我们2024年你的这个感情看上去还是蛮精彩的，蛮精彩的这样子。
一段。其实没想到，因为如果说事业上非常有能力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在感情上可能就像我说的吧，因为很有能力，所以在事业上已经找到自己的一个平稳期了，所以在感情上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吧。那我刚才手机卡住了啊，然后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2024年选择我们录这一组的小伙伴们，大家塔罗牌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说祝福带给大家？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呢？所以在2024年龙年，嘿，这张牌已经出来了第3次了耶。星币3的逆位，然后是我们的星币2，这张是我们的权杖皇后，权杖皇后出现了2张星币牌，星币2的星币2的正位，然后星币3的逆位，再加一张我们的权杖皇后，好吧？其实这个我们就一张张来看好了。首先第一张星币3的逆位，它其实在跟我们建议，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处理事情还是需要去找一些不同行业的人来进行一些咨询。因为其实即使你在你所处在的行业跟事业当中，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非常了如指掌、非常有掌控的那种感觉。但是很多事情你想要做好，可以去尝试咨询一下不同行业的人，他们的一些眼界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些思维方式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些对于一些不同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其实也建议说，就是你其实在闲暇之余的话，其实可以去跟一些不同行业的人去喝喝咖啡、吃吃饭，然后了解一下不同的这个世界的不同面啊，拓展一下自己的一些社交圈。还有就是说，也建议你把一些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完成的话，建议你把它保密，不要到处说。比如说你想去学一门新的语言，我就举个例子，那或者是说你想要健身减肥，那你就不要到处，比如说你不要去朋友圈发一个 flag 说，哦，我现在要去减肥了，打卡第1天，打卡第2天，就我建议你还是，把它保持神秘，然后不要说出来，做到再说。不要到处宣扬，做任何事情有任何计划都是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好，第2张是我们的星币2，星币2其实也算是一张祝福牌吧，因为它是正面的。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同时处理好很多的事情，同时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事业，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那我相信，其实你之前也能做得很好，因为很多人他只能同时去考虑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选择这一组卡的宝宝们，路是非常敏捷、非常聪慧的，然后他有一种耳听八方。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他其实对自己周遭的事情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他能够非常巧妙的去处理好很多件事情，这跟我们其他的之前第一组选的不一样。第一组那个犀牛呢，就是勇往直前，眼睛往前看，因为他的脚也在前面，然后一个非常巨大的脚，他就在一条路上往前冲就可以。但是选择我们这个宝宝们呢，大家其实非常灵巧的，可以同时处理2件事情或者2件事情以上，没问题。大家可以做到啊，可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可能是感情上跟事业上的平衡，也可能是家人跟我们的事业的一个平衡，大家都能保持得不错。
第3张是我们的权杖女皇逆位。权杖女皇逆位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宝宝们，就是有的时候不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太多的人跟事情，也就是说你其实并不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很满意你，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你，其实这是没有太大必要的事情。因为不喜欢你的人永远会看你不顺眼。他今天可能你说哦，因为他今天讨厌我穿绿色的，所以我穿了一个红色的，但是明天他也会因为你穿红色，他继续讨厌你。他是会永远看你不顺眼，因为其实你们的磁场不一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让身边每一个人都说你好，或者是说喜欢你，然后去做一些委曲求全的事情。不要太在意所有人的想法。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就是你的目标应该是让喜欢你的人更喜欢你，而不是让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来喜欢你。所以说这也是一张提醒牌吧，也不能说提醒，就是说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更多的关注点应该关注在那一些跟自己能量磁场对的人跟事物上面，而不是说去讨好一些本来就不是一路人这样的上面，好吗？这就是我们选择鹿这一组小伙伴们，你们2024年龙年的一个运势。那祝福大家都能开心快乐。那我们下期见。Hello，欢迎选择我们第3组狗狗的宝子们。能够看得出来啊，选择我们这一组的宝宝们呢，你们在2024年龙年呢，首先会在外形上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翻新，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去做一些新的发型啊，或者是说新的对自己变美的一些项目也好，或者只是说去换一种打扮，换一种自己的着装的风格啊，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在外形上，在2024年都是会有一个质一般的提升，会有个飞跃啊。就像这个狗狗一样，你看它的毛色在这个光线中就是闪闪发光，它毛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健康，眼睛也炯炯有神。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年应该起码身体是健健康康，然后外表上也漂漂亮亮，外形上会更加帅气、更加美丽，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带给大家。那我们现在就来先抽一张牌，看看我们2023年年底兔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进入到我们的2024年龙年的呢？是我们的权杖2，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宝宝们可能正在面临一个选择，而且可能是在家里面临一个选择。我们可能待在家里面，可能是在选择自己想要的学校，也有可能是在家里面选择自己以后要走的方向，选择的路啊。那看得出来面临一个选择，并且这个选择是跟我们未来前途、我们的未来自己的一个发展是有息息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好，那我们继续抽牌，我们抽3张牌，先抽3张牌，然后看看我们2024年龙年选择我们这个狗狗的这一组宝宝们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运势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选择狗狗的这一张刚才没放进去，好，重新来一下。自己飞出来2张，飞出来3张，那我们就都来看一下吧。还正好是星币8，然后是我们的宝剑8、宝剑9，他们2张连在一起出来，还有我们一张圣杯国王。好，
首先呢，就是先看一个总体的感觉哈，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其实还是蛮按部就班的，还是一个蛮平稳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张就是大阿尔卡纳牌哦。首先按部就班的工作，稳定的工作，然后自己非常一件作品出来的这种工作，能够看得出来是还不错。辛勤工作，嗯，每天的安排，日程安排，宝剑八其实还是有一种。虽然说按部就班的工作，但是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理由，被困在这个地方，只能按部就班的工作。宝剑九，宝剑九有一种，嗯，这个工作可能是跟医疗相关，因为有很多把宝剑嘛，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可能是跟医生啊、护士啊，平时动用手术刀啊，或者是类似像这种方面的医院之类的一些工作。还有就是说，其实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应该是有很多的琐事。甚至是有一些晚上失眠的状况啊，因为有很多的小事情，在2024年会出来很多的琐事。然后我们的圣杯国王，圣杯国王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在一个自己的一个舒适圈里面。总的来说，这一年好像还是比较的按部就班，比较稳定的。在情绪上面也非常稳定，工作上也非常的稳定。跟其他几组好像不太一样，因为这一组没有什么特别关键的一个课题，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大家也挺满意。其实这张我一开始说，有被困住宝剑八。有可能是说待在某一个地方，你不能动，所以你就是还是做着自己的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有很多琐事需要你处理。本来是以为会是一个比较的，嗯，就是负面的这样子一个心态，但是这一张，国王圣杯国王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是蛮乐在其中的，蛮心满意足的。因为你其实说现在这个大环境条件下面，你能够有按部就班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已经非常的好了。已经非常的好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现在这种非常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面，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失去了自己本来非常热爱的事业，或者是创业失败，或者是说不得已的必须回到自己的老家去重新开始一份工作。嗯，但是对于我们选择这一组牌的宝子们来说，你们的生活质量是稳步上升了。就像我之前说的啊，你们甚至可以去有心情、有心态去提升一下自己的外貌、外观。或者是说，比如说去理个发呀，说的大一点，可能去做一些医美项目啊，或者是去比如说整牙啊，或者是说美型啊、美体啊这种，有这样子的一个有心情、有闲鱼、有钱去做这一些事情的人，肯定是还在这个低迷的情况下面还不错，能够稳住，在这个情况下面能稳住就已经是胜利了，好吗？能够就是还维持自己原来的一些工作，已经是很不错了。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觉得这一组牌，其实这一组宝宝们，大家就是觉得，没有关系。2024年我是稳步当中有所提升，就已经很好了。而且能够最后一张圣杯国王看得出来，不仅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精神情绪上面，更多的其实他已经作为一个国王，已经到了国王牌。所以大家其实在能力上面，不管是工作能力还是社交能力，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也就是说，虽然你是日复一日的做自己的一些作品也好，或者是说上班族也好，朝九晚五
的一些工作也好，但是其实能够看出来，你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打工仔，我们说打工仔啊，而是你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领域里面，其实已经有所成就，并且你的这一份成就，其实在别人的眼里看来是非常令人羡慕、非常令人眼红的一个成就了。你已经是属于熟门熟路，也就是说每天到那边工作打卡，或者是说如果你是自己作品的话，你是已经有很多的固定的一些追随者，或者是说你说粉丝也好。你已经是被别人看到，然后你已经是被别人认可，在你的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而且地位还不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虽然说你说，可能有创新吗？我觉得在2024年龙年，你应该并不会说去其他领域做继续的发展，因为你在你的领域里面已经足够好，在大经济情况不好的前提下面，你还能稳住做自己的事情，已经是脱颖而出了。所以说，我觉得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面，稳定就是胜利。其实你已经是胜利者了，好吗？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2024年龙年我们的事业运，看得具体一点。第一张牌是我们的圣杯星币五的逆位，脱困，挺好的。权杖国王的逆位，宫廷牌，权杖10。好的，首先能感觉得到哦，就是经济情况是还不错的，起码是有一个跟别人相比起来，我们并不算是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状态，并不缺钱了。这是非常好的。你看，别人都在寒冬里面，可能还在节约，但是我们可能已经就是度过了这个低迷的时段啊，或者是说我们根本就避开了这个低迷的时段，因为别人可能是因为经济不好会有一些失业，或者是说生意不好，但我们的宝宝们可能因为是工作性质的原因，可能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哦，有种避开了这个感觉。首先并不困，并不穷。权杖国王的逆位，权杖国王逆位有一种就是权杖国王的逆位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比较受到一个上司的一个比较严格的上司吧。然后这个上司呢，他其实对实际情况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就以他臆想的情况，以他自己认为的情况，然后要求你去做事情。但是他可能并不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来，提出他的这个意见，或者是提出他的要求，或者是说甲方，甲方这个就是更加合适一点。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一个甲方，这个甲方呢有一点，他自己能力不足，但是呢他又要求特别高。那如果就像你是设计师的话，他可能并没有什么审美，但是对你要求一而再再而三，然后让你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可能你如果是说做一些设计的话，我只是举个例子，他可能会来回要求你改很多次，但是呢，他的说话又让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水平，没有什么审美，但是他就是会就是反反复复。你可能要求他按照他的要求改了之后呢，效果出来并不好，因为他并不懂，但是他还是要求你继续改。他又觉得哎这样不好看哦，那你再改成这个样子。然后你出来按照他说的做了呢，他会觉得，哎，这个就不行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权杖十会让你觉得压力挺大，来来回回改了很多次，而且是因为一些可能是小细节上面的事情，你会觉得，就是
会让人有点头疼的甲方啊，会事业上面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在，感觉到你的事业是因为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八成是甲方，或者是因为你的上司，而不是因为你的下属，因为你的上司或者是合作者会有一些些头疼，会让你觉得压力会有点大，而且。怎么说呢？这一张牌就是让我感觉到会有很多流程上面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去办这个证，那你可能要跑很多地方啊，你可能要跑律师事务所，你可能要跑会计事务所，你可能要去公证处，你可能要去甚至是领事馆，或者是说，你要去一些社区服务中心，然后就是来来回回跑很多次的那种，给我感觉还是很多琐事会让你会有一点累吧。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这几张牌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挑战在啊，就是好像还是每天就是每个人工作都会可能遇到这些情况，就是看上去还是非常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情况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好像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也看不出来事业上会有什么更改，更改是没有，但是起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起码不缺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哎呀，不缺钱已经很好了，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呢？对吗？已经慢慢的经济情况已经有了，有的时候工作上有钱拿，然后生活上对自己好一点，就像我说的啊，去把自己外形弄得美美的、帅帅的，自己心情好一些，其实也就是生活了，生活就是这些东西嘛。再来看一下感情，我们选这一组宝宝们的2024年龙年的感情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期待吗？新币吧，又是新币吧，权杖吧，然后一张我们的权杖五的逆位，好的。哎呀，这个感情看上去好像怎么说呢？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啊。我感觉，如果是单身的宝宝们，单身的宝宝们，嗯，你们有一种好像就是这个有点按部就班的假设啊，就是去相亲，然后遇到一个很不错的相亲对象，然后完了之后进程非常快，大家目标也挺一致的啊，但是呢，会碰到一些事情会发生争吵，然后就是这种感觉，或者你可以说，我就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并没有什么时间去怎么样，或者是说你在旅行当中会有遇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但是你喜欢的这个人呢，会让你有其他竞争者。其他竞争者的这个感觉哦，就是你的感情肯定是有点风风火火的。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比较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面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你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出差的旅行当中，这个到底概率大不大呀？在出差的旅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人，但是这个人呢，会让你觉得自己有竞争压力。这是单身的宝宝们，可能你喜欢上的这个人比较有魅力吧，然后让你必须得去跟别人竞争才能获得吗？或者是说，你如果并不是单身，然后如果你是有伴侣的话，那就是说你们其实已经变成有一点像老夫老妻这样的感觉了。然后其实你们也一起旅行，甚至说一起考虑过是不是要组成家庭。你们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呢，怎么说呢？会在旅行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意见或者有一些分歧，甚至是说你们在谈婚论嫁的过程当中，两方的家长，或者是说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本身是会有一些分歧在的。
这张牌，是有一些分歧在。我看一下到底是说你有竞争者呢，还是说有争吵呢？我觉得其实从这个牌里面并不是非常明显。宝剑九，宝剑九给我感觉好像就并不是说你有竞争者，而是说就是因为一些事情，你因为这个争吵，然后会有点头痛到晚上有点失眠，然后压力非常大这个样子。总的来说，好像并不像会遇到一个让你很满意的新人，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单身，那你可能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水到渠成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完了之后呢，他，但是你们因为一些事情，会发生一些争吵，这些争吵也会伤害到你。我觉得是会伤害到你的一些争吵，然后而且是一些比较琐碎的小事情，这些小事情是跟思维有关系。并不是跟现实条件，我觉得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一些思维方式的一些不同。你跟他是有一些，想法上、思考方式的不同，导致于你们是有一些纷争的。这里倒并不是说什么竞争者什么，倒还好。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你们其实已经发现了彼此之间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思维方式模式，的不同，你们需要磨合。但是基本上呢，你们很多时候有一种心态，就是哎，得过且过，老夫老妻就这样子。甚至你有想过，就是说，哎，就像日常一样啊，你们两个的相处模式就每天起来说早安，然后吃午饭的时候问吃了吗？吃什么？我吃什么？你吃什么？然后固定，比如说周末就出来约会一天，或者是哪一天出来，大家每周见一次、见2次，就是很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也没有什么新意。可能有考虑到一起出去旅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们认识了挺久了，想去看看，那比如说每周见1次2次，或者是说吃几次饭，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让你了解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可能你们需要更多的接触，比如说一起去旅行啊，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在旅行当中，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选择这组宝宝们，我看到的是一个比较连贯的一个说法。那如果你是单身的呢？单身的朋友，首先我看到的是你遇到的这个人，并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你并不是说啊，我对他一见钟情，而是说慢慢相处过程中，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同学或者什么，你开始觉得这个人并不起眼，但是慢慢相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慢慢有感情，慢慢觉得他，哎，他还不错，或者是他各方面条件也还不错之类的。那也是啊，那他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他可能跟你想法差不多，你们可能有一些默契，甚至是还没有揭穿的那种，没有捅破窗户纸的那种默契，大家很聊得来，喜欢待在一起聊天，一起吃午饭，或者是放学一起回家，类似像这种。好，然后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磨合，因为可能你们还处于暧昧时期，所以就是有一些小小的磨合，小小的口舌之争，然后让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失眠，或者一些小小的事情会有一点戳痛你的感觉，或者是他有的时候说话不太顾及，或者说情商不是很高的话，可能一句话2句话说的让你就心里有刺了，就不舒服了。那你看，你就一个人有点呆滞的，就是说你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真正的争吵，而是很多时候生闷气，一个人就是
有点生闷气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可怜，这么说起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点，就是这种事情，听上去还是很按部就班，就是对吧？就是非常日常的。你说日常的工作也非常日常，其实感情也是非常日常，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课题，其实挺好的。就是大家平安就是福，平平淡淡的就是福气嘛，对不对？好，再抽3张牌给大家看一下，塔罗牌有没有给到大家一些祝福或者是一些小提醒吧？2024年我们选到狗狗这组小伙伴，看看塔罗牌给你们有一些什么祝福，或者是说什么小建议呢？宝剑权杖6的逆位，这张权杖6长得特别像宝剑6，哎，是不是？也是一个人，然后这里是6根棍子，它是逆位，是不是？第2张是我们的，又是一张6，星币6。第3张，哦，星币骑士，挺不错的。权杖6，好，权杖6的逆位，提醒大家要留意，身边的小人啊，要小心有没有人看我们的宝宝们，因为我们宝宝们毕竟是在大浪淘沙之后，还留下来非常坚挺的那一部分人，所以说肯定有些人会比较眼红我们的宝宝们的，那就是大家要低调哦，要非常的低调。然后呢，低调呢才能荣归故里，对不对？低调。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建议，回家去看一看。有一种，我们知道权杖6就是骑着马，戴着头上的桂冠，然后回去看看。这边看到是大家可以走一个，他是坐的一个船，然后慢慢的向一个地方回去，就是感觉好像你的成就还不错，那大家就是可以慢慢的去，就是回老家，因为可能也是快过新年了嘛，这边可能就是说大家可以回老家去，有一种看一下家里的那种感觉，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哇，就是你从外面就是还是非常成功的回来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挺好的。其实星币6这边感觉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回去了之后可以去找一些同学叙叙旧啊，或者是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如果是有一些需要你帮助的人，那你可以去搭一把手。那到时候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多久，但是你也不一定你帮了他，他不一定就是以后就是这个人帮你，但是你给出的这一部分的善意，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而且会以一种你需要的形式又回到你的身上。也就是说，你如果碰到一些可以去帮一把的人，不一定是，比如说不一定是借钱哦，就是说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也好，像我们这边，比如说路上有流浪的人啊，或者是说需要帮助的人啊，那你给他们一些善意，那其实这一份善意就是会有一个轮回，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宝宝自己的身上的，是一个给予、互相帮助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然后这一张星币骑士，星币骑士其实告诉我们，也祝福我们宝宝，就是说，找人要找一个比较踏实靠谱的人，因为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宝宝自己就是非常踏实靠谱的。因为之前我看我们的总体运势也好，事业运也好，首先能够看出来，我们自己就是脚踏实地的人。我们本身就具备了我们这个星币骑士的这样子的一个
特质特征，就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然后慢慢的夺向成功，走向成功这样子。那其实也在祝福我们宝宝，如果我们找宝宝们去找一个，比如说感情，对象啊，或者是任何的合作对象也好，一定要去找靠谱的，你要看重人品，看重他处理方式的能力，好吗？总的来说，这一组宝宝们还是非常在龙年还是会非常平稳的度过，然后生活当中有些小的起起伏伏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总的来说还是很顺畅吧，这一年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小日子越过越好，这个是重点。然后越来越漂亮，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吧？外形上看的就很舒服，然后日子也是小日子越过越好，越来越美满，好吗？就祝福这一组的宝宝们。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下期见。Hello，欢迎我们选到第4组牛牛啊！这一组的宝宝们，我不知道多少宝宝们是因为自己属牛，然后选到的这一组啊。那其实，这个牛呢，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它是肯干啊，比较勤劳啊，任劳任怨啊这种。但是我觉得这个神谕卡上的牛啊，它是一个非常吉利吉祥的牛，因为你看啊，它的背后是个城堡，哎，城堡里面出来的，这是个神圣的、有地位的、高贵的牛啊，它并不是一般的，我们说就是田里面去耕种的、做事情的、拉车的那种牛，它是一个非常从一个神圣的地方这样出来的一个牛，我甚至是想象到了它其实是一个身份非常高贵的一个，有点像一个小牛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哦。那我就觉得，其实选择这一组的宝宝们呢，可能在2024年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气象。什么气象呢？就是摆脱大家对你的一些旧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可能大家看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偏见，会有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啊，然后做事情就是闷声不响的在那边呀。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啊，这个你可能就是一个吉祥物，一个非常锦鲤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个牛在我的心目当中，它是一个非常有神圣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它并不是说去做苦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牛哦，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样子的一个象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选择这组的宝宝们在2023年兔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进入到2024年龙年的呢？我们的权杖六的逆位权杖六逆位其实是一种有一点点近乡情怯的感觉。你会觉得，哎，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在，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在一些场合底下，就是会没有什么自信，然后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低气压，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点，没有被别人看好，或者是有一点，并不是达到自己理想中状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会觉得自己比自己期待的要低一些，没有达到自己所期待的样子，然后你对自己也并不是非常的满意，有种这种感觉。还有就是说，你有一点，你觉得自己，的人缘关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好，你会觉得自己看到一些，比如说别人夸你一句，然后你会第一反应并不是说，哎，对啊，我就是这样，你会觉得啊，真的吗？对自己并不是非常自信啊。我觉得从这边看得出来，有一种这种能量在。好，那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像我说的，我们这个牛牛
它其实我们在2024年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应该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2024年我们总体的一个运势是怎么样，选3张牌，选3张牌。好，我们的圣杯七，我们的权杖10，还有我们的星币女皇的逆位。好，首先这个牌也没有大阿尔卡纳牌，也就是说大家并没有非常重的一个课题在里面。圣杯七不错，适合做显化，也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去借助一些显化的力量。如果你有做显化习惯的话，那多去想一想，多去做一些冥想，然后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这个东西是你的能量是非常强的，你自己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我想要什么我就能得到什么。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有这个力量是从内而生，从里往外的一个这样子能量，你的内在能量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你想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想很负面的，你不要说想，你如果是说话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因为，从这些牌里面能看到，其实你是一个内心想法、内心的，甚至你说出来话会影响到你，运气、你的生命轨迹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你是一个内在能量非常强的。所以说，对于内在能量非常强的人来说，我们就是建议多说一些好的话，多给一些祝福的话给到自己，也给到别人，而并不是说抱怨，或者是说，一些负面能量的东西，尽量去少想，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念就会成真，所以说你如果多往正面的方式去思考，往正面的方式去说的话，去告诉自己，告诉别人，那你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这一点千万要注意哦，选择我们这一组宝宝们。权杖10，好，权杖10其实是说我们在2024年龙年呢，应该会比较的辛苦，这个辛苦可能是体力上的身体上的，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会比较辛苦哦，劳累哦，特别是要注意到自己的肩颈还有腰这一些部分，大家是要小心，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劳累。权杖10还不代表的是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新生的一个力量在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自己是有在被一些看上去比较温柔，但是实际上非常强硬的一些东西所束缚住的。那我们要想办法，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些束缚中开出自己的花，因为其实大家看这些树干都是非常强韧的，它看上去木头好像是软的，因为它可以弯，但是它其实是非常有力量，它有自己的想法，是非常强势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10棵树当中灵巧的，而不是跟它去硬碰硬，去开出自己的花呢？这就需要我们有非常棒的一个创造力跟心思非常细腻的那种去创造力，去把它用一种新的生命去摆脱出来。我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要跟他硬碰硬啊，我拿宝剑啊，我拿锯子啊，我去把这些树锯掉，并不是。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些东西给我们的重压？那就是把它开出花。你
在这个树干上面慢慢的开出很多很多的花，你就慢慢的是你在包围这些树干，你并没有被这些树干所控制，然后一直往上，一直到树上面开满了花，然后实际上是你在控制这些树干，然后同时你能够摆脱它对你的控制。这就是我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去面对一些不得不做、不得不面对的规则也好、环境也好，或者是一些人也好，他们虽然是以可能是为我们好的一个想法去做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些强硬的一些规则，比如说它规定你不能在这边出去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在围绕的树，我们去开花，我们在没有走出这些东西的同时，自己开出自己生命的花，这个是非常，也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想法吧，也是一个方式，也是一个想法。好，然后还有一张是我们的星币女皇。星币女皇的逆位啊，也就是说，其实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家里面应该是有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女性的形象，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你的姐姐，可能是你的太太或者是女朋友，她对你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她是属于管家的，在家里面是属于说一不二，或者是说他来做决定，他来就是照顾好整个家庭的。那你跟他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其实是，或者是说有点像婆婆之类的。那怎么样去处理好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一张牌跟前面这一张牌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也就是说，她其实你们家里的这一个女性，她也有可能是职场上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年整运嘛，她对你的影响，她给你的一些控制，其实是你是没有办法去摆脱的。就像这个树，它就是在那边，你是没有办法去摆脱。那你怎么样想办法去处理好跟他之间的关系呢？到底是跟他硬碰硬呢，还是说跟他有一个其他方面的，想到一个其他方式去跟他沟通，去跟他和平共处，甚至是到后面，你就可以跟他以一个非常大家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他去相处。这可能也是我们2024年龙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题吧，给到大家。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2024年应该选择这一组的宝宝们，可能自己需要扛起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重担，因为我们知道星币女王她是在家里面，她是属于第一，她管钱，她管经济；第二呢，她是一个家里面的整个一个守护者。那我们选这组的宝宝们，可能也是同时在面对自己需要担负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的这样子一个年份啊。可能大家觉得2024年我们是从一个就是一个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慢慢步入到一个需要扛起一部分家庭责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中来。那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我们这张牌是逆位的，所以可能我们暂时还就是说心理上或者是能力上感觉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因为我们的环境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就是需要成长为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有责任心，更加需要有一些责任感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选择我们牛这一组的宝宝们，你们的事业运，2024年龙年的事业运会是怎么样呢？好，我们浅浅的来切一个牌。好，选3张牌吧。
宝剑二，圣杯，圣杯侍从，我们的圣杯三，事业。好，其实在，这些牌里面能够感觉到啊，首先在事业上，我们其实是，嗯，在内心里面其实是对这个事业的环境有一点点害怕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新手的原因，我们选择去嗯拒绝看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我们把两把宝剑竖在我们的面前哦，有一点点说就是，或者是说去斩断一些我们并不想要去接触的客户也好，或者是一些甲方也好，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没有办法去以非常圆滑的方式去面对他们。但是其实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倒是相处的还不错，大家可以看，就是办公室环境还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内心其实已经从一个就是好像是懵懂的一个新人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已经脱离了，一个对工作的幻想也好，或者是说对这份职业的一开始的一个期望值也好，我们慢慢的已经开始变得现实起来。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在刚刚接触到这一份工作或者是这一份事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幻想，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一些影视剧或者是跟我想象中的职业会有是这样子或者那样子呢？那其实现在你已经真正步入到这个职业，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里面也是会有一些我之前不曾想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是你并不想去面对的。比如说，你可能本来只是想安安心心做一个，就像我之前举例子说，设计师也好，或者怎么样，你可能只是喜欢画画，然后你选择了这样一份职业，设计师或者是接稿的画家啊之类的。但是你后来就会发现，哎，其实我并不想要去跟客户有沟通的部分，我并不想去面对一些非常烦人的甲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现在不得不去面对，你现在有点说，哎，我拒绝，我不想就是面对这一份工作或者这一份里面事业里面给我带来的东西。那比如说，你想象的这份工作就是穿的非常的得体，然后你去帮别人解决问题。但事实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你平时看到会避而远之的，你并不想去跟他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人，你有拒绝去见到这一面。但是呢，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却还可以，就是说你的一些同行、你的一些同事跟你都其乐融融的。这里就是不包含说跟上司啊，或者是跟什么，但是就大家表面上，起码表面上看上去还是很和谐的。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你就慢慢的已经卸下了你的滤镜，你对这一份工作，你觉得工作，上面，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是医生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会觉得，哎，那我想象中我工作就是救人啊，对不对？就是，除百病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现实生当中面对的可能是你不想面对的，像医患关系啊，或者是说，你面对一些你不得不救的人啊，他们可能就是精神状况是你所不能接受，或者是你平时在路上你会比较嫌弃，比如说你必须去救助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啊，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类似像这种，那那你是拒绝面对这个吗？你是说哦，我不看到，但是你的那些同事跟你关系都还不错，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事业上面将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说，
我不想面对一些东西，我坚持自己本身的，但是这个东西有多现实呢？现在还不知道。慢慢的就是感觉你对这一份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呢，你还是在保留，就是跟周围人的一个和谐相处的，你在尽力的去融入到其中。那你内心到底有多快乐呢？我觉得好像从这个牌里面看出来并没有。可能就是说跟他们，嬉闹打笑，只是你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看得出，其实你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拒绝，然后内心还是有一点点，并不是说乐在其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事业上的。那看一下事业上，会不会有一些进展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再切2张牌看一眼，看看事业上。因为就看到了你对这个事业的有一点点滤镜，有一点，我再切1张牌看一眼，看看你的事业。圣杯骑士还是不错的。总体来说，其实这份工作对你来说，好像我看到金钱的部分，就是经济的部分，暂时好像还是比较弱一点。但是更多的是你情绪上的，你在做这一份工作时，你内心的情绪带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因为我们说工作其实有的时候并不仅仅是给你带来金钱上的一些价值，经济上的。有的时候也是情绪上的，比如说这份工作让你心生满意，这份工作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那我就觉得选这一组宝宝们，我们可能2024年龙年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精神上的价值，一个自我肯定。这一份工作可能你更看重的是你的未来的发展。这份工作是对你的意义来说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在这份工作当中开不开心，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圣杯骑士的话，其实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工作还是能够给你带来很不错的一些情绪价值，起码你非常认定这份工作的意义。你在这份工作里面，也是会收获到很多不错的，比如说成就感啊，或者是说，跟别人沟通获得的一些，快乐满足，或者是说跟别人，不同的人沟通，你获得不同的就是知识面的一个拓展、眼界的拓展，其实都包括在里面的。总体来说还是蛮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2024年选择我们名佑组这一组的宝子们，大家的情感会怎么样呢？情感，选了3张哦。第1张牌是我们的圣杯9，好。第2张是我们的星币4，第3张是我们的星币9。好的，情感上看上去还都不错诶。圣杯9、星币4跟星币9。好的，首先能感觉到，情感上反而会有一些，会有2张这个星币的牌出来，说明我们宝宝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工作更多的是，可能家里有矿吧，我感觉就是工作就是给自己带来一些情绪价值的，因为感觉平时好像就是有一种单身贵族，或者是有一种，占有欲比较强吧，好吧，就是有一种宝宝是不是有点占有欲？我感觉是占有欲比较强的那种，而且，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对象，其实有一种就是会有一种花心的那种倾向，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你的对象哦，因为圣杯9有一种就是喜欢不同类型的，难道是追星吗？
选择这一组宝宝们，如果你的感情生活就是追星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理解的，因为就是不同的那种，对吧？不同风格的明星都喜欢一下，就是这种欣赏的那种眼光，然后追星的话就是很能够理解，然后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钱，然后平时也够花，也不会说去外面去很多社交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感觉感情生活的圈子非常的小。然后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的感情生活，我自己满足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平时比如说，现实中看谁都不顺眼，但是喜欢纸片人或者喜欢小说、影视剧里的角色啊，就是那种，但是一到现实生活上又怂了，就是有一种怂怂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如果是说，有对象的话，我来看一下啊。如果是说有对象的话，感觉其实你的选择并不是只有一个，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你对你的对象会有一种滤镜存在，而且你对你的对象其实是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的。从这张牌里面看出来，就是你的对象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嗯，并不是完全都让你知道，或者是说他会有一些小秘密呀，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你对他了解还不够深。我更倾向于说，就是了解还不够啊，这个感觉。嗯，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对象，但是你觉得他可能有些什么事情还瞒着你，但是呢，你就是想牢牢的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在，可能因为他的经济情况还不错，因为经济实力还不错，但是呢，就是他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你想牢牢的抓住他，你对他有一点占有欲，然后嗯。但是表面上可能还是有一点云淡风轻的这种感觉。从这里面我能看出来，就是你的那个社交圈、情感的这一块社交圈还是比较小、比较单纯。选择我们这一组的宝宝们，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很多，然后你知道的东西，你就想牢牢把它抓在手心上，你就不想让它跑。想牢牢的抓在，就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上，嗯，然后，但是呢，自己平时生活呢还是比较简单，但是呢也不算无聊，所以说你不会说我喜欢到外面去社交啊，就是去认识很多新朋友啊，好像也没有这种情况，属于自己独自美丽的这一种，嗯。暂时情感生活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那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再找这个放进去吧，还没说完。再找3张祝福牌或者是建议牌给到我们选第4组牛牛的宝宝们。好，我来看一下哦，选3张建议牌。或者是祝福牌给到我们选择这一组牛牛的宝宝们。好，宝剑9，宝剑2，哦，4神牌。哎呀，还好是就是建议牌跟祝福牌，其实哇，怎么说呢？两张宝剑，感觉就是头脑要清晰啊，就是告诉我们想东西要理智一点想，然后很多东西要抽丝剥茧，然后去该拒绝的时候不要犹豫啊，就要去拒绝，就要去会 say no 啊，这种感觉。要去拒绝一些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东西，不要傻乎乎的像这个人一样，这个鸟都下来要咬你了，我还傻站着。我觉得这个牌看上去有点好笑，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他是戴这个墨镜也好什么，就是
好像有点就是看不出来这个鸟要咬它，然后还站在那边。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学会拿着剑去保护、去防护自己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是它也是眼前遮着黑的，这个好像也是眼前戴着一个像墨镜，还是说他的眼睛在哪儿？还是就是害怕的散焦了，这样往旁边看了？但是不能傻站着，很多东西要有自己的主动权。你不要说我因为很多混乱的事情，然后就是想到晚上睡不着觉啊，或者是什么失眠呐、晚上想很多事情，晚上大家还是脑袋放空一点比较好。就是睡前看看那些可爱的小动物视频啊，就安安稳稳的睡觉就好。睡前不要想很多东西。当困难就是当这个事情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拿宝剑去保护自己哦。就是你脑袋一定要清楚，你不是说我浑浑噩噩过日子。一张死神牌其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个手里是握着一朵玫瑰花的，但是它是个骷髅的手，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有一个结束。还是需要有一个结束的。怎么看这个建议牌居然出了一张死神牌？我来切一个牌，我看看是。首先，它是告诉我们，是我们什么东西要结束。好，以前的那些美好快乐，天哪！以前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经济纠葛，星币六，就是说，你给予的，你不停的去给予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是你一直在给予对方，你一直是付出的那方，不停的给的话，那他塔罗牌建议就是说，那你可以结束掉，就是你不可能永远是做付出的那一方的。你不可能永远是你往前进，然后他不来。他还告诉你，就是说回忆虽然是很美好的，但是该结束的还是要结束啊。很多事情就是放在回忆里面，怎么看？还有就是说一些金钱纠葛，如果有人就是经常问你借钱不还的话，你跟他的关系，你也要尽快考虑清楚。死神牌看上去其实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自我保护啊。这个塔罗牌其实更多的是在告诉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学会保护自己。给你的建议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傻乎乎了，有的时候不能太感情用事，还是要稍微理智一点。因为你看你工作也是圣杯，是不是？你工作也是比较少考虑到钱，更多考虑可能是人情啊，或者是你工作上面那些同事让你帮忙啊，或者是让你干嘛，但是看你好说话，然后就很多事情就是有点占你便宜这个样子啊，那你就要勇敢的说不，你不能傻乎乎的就好吧，然后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对你有负面能量的这样一些人，或者是说刻意占你便宜的这些人，你要学会说不，你要学会去结束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一些事情，好吗？那这就是我们选择第4组牛牛宝宝们的这个2024年龙年的这样的一个运势啊，还有塔罗牌带给你的一些建议跟祝福。那希望我们的牛牛们呢，大家都是吉祥的宝宝，希望大家都能在新的一年能够有好运气，然后懂得好好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们都是最棒的宝宝们，所以一定要学会说不，一定要学会让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好吗？不要就是说做那个傻牛牛，好不好？好吗？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那我们下期见，拜拜。